看来是经历了一场恶斗。待我攒够了2000魔石，就带家里那个倔老头去古雨屋安度晚年。说不定，他也就不想逼我复仇了。几位兄台，有事吗？ 当心！下面分出来，千古之人必要活捉才有用。他是不能让你们如愿了。走开！今天是逃不掉了。多谢恩人。当年在白骨院救我的人，是你吗？师祖，我们已经在魔域攻下了4城，明日是否还继续？ 当然，鹤仙城是东南一带的中转之地。念九明白了，正因如此，所以应该会有不少的仙府之人藏身于鹤仙城。弟子明日就通知下去，明日即刻出发。务必大张旗鼓。那是自然。不过，师祖，您说我们都已经攻下了这么多城了。 庭院那边为什么还是没有消息？或许他是被什么事情牵绊住了。若他还不露面，我就将由之踹下魔主之位，让整个魔族为我找人。
跟错人。久闻东城主和慈藏道君大名，听闻魔域多城在2位接管后，皆安宁无虞，纷争平息。鹤仙城城主鹤叟愿携全体魔将效忠2位。打开城门！竟然是个小白脸！哇，这东城城主的原身竟然是一条黑蛇啊！你说，他化为人形时会不会也是这么威风？我看你又打人家修为的主意了吧？别被人听到了。哎，那领头攻城的竟然是个小白脸，长得还挺英俊的。说定了啊，人归你，蛇归我。哪儿跟哪儿啊？这黑蛇城主可真厉害呀！短短10日，已经快将这魔域10城拿下了。那可不。毕竟这东城主背后是先府老祖宗司马交。他是司马交，不可直呼慈藏道君的名讳。本来以为是许日良缘，没想到你是冤家路窄啊！这司马交不该是个青面獠牙、身高2.8米的大魔王吗？啊，怎么一副小白脸的模样？爹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燕儿。家里有客人啊。那您跟婶子聊着，我忘了买醋。来，我介绍一下，我妹妹，你姑姑，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，她是特意来看你的。差点以为暴躁老爹喜迎第2春呢。哦，是吗？来，我可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。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姑姑，您来的正好，今晚我备的都是我们鹤仙城的特色小菜，您正好可以尝一尝。不必了，我们施家大仇一日未报，我怎能食甘情安？爹，您是不是已经听说了，司马交攻下了我们鹤仙城？没错，但这并非是一件坏事，这可是你动手的大好机会啊！他那么一个大魔头，我去不就是送死吗？你放心，不会的。你姑姑之所以来，就是为了帮我一起给你吸髓，尽快激发你的极寒之体，你的出手定会成功。又要吸髓？果然奏效，只能到此。真须惨死在司马交的手里，我却不能够亲手替他报仇。兄长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虽然我们没有把他的极寒之体全部激发出来，但是已大有改善。再加上司马交对他尚有情谊，心无防备，我相信
他一定会成功的。我不怕他杀不了，我是怕他下不了手。那有了这道梦魇咒，望他能够下定复仇的决心。这大清早的，你在干什么？爹，女儿昨晚梦到兄长，心中愤懑，恨不得现在就去找司马娇杀之而后快。为父的努力，总算是没白费啊！爹，女儿现在功力大涨，恐怕会伤到你，可否让女儿出去输输筋骨？去吧，莫要在外边搞出事端来。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。看来是让我糊弄过去了。昨晚这噩梦，怕也是爹的手笔。他满心满眼，都只剩报仇了。这个璎珞项圈，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。停业！停业！停业！师祖，鹤仙城城主要设宴款待咱们，您去还是不去啊？不去。那我也留下来陪师祖好了。你别在这里烦我。师祖，您莫要担心，我们攻打鹤仙城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我又露了真身，我相信，庭琰应该很快就会找上门来的。可我最不擅长等待。我可是最擅长苟住了。简直想现在就带我爹去古雨屋躲风头了。哎，别动！这长哨随处可见的，你这么在意他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他对我挺重要的。如今对我重要的，便是赶紧攒够钱，带我爹去古雨屋。不如这样吧，剩下的钱我来出。我那点积蓄全部都给你，应该大差不差了。然后我们一起走。你不是一心想要修复你的修为吗？你怎么也想着避世了？哎呀，在这个声色犬马的地方呢，提高修为只是为了自保。况且，若不是我身子骨弱，我是不会留在这里的。你要是把赎身的钱给了我，怎么离开这儿？那攻过来的东城城主不是一条黑蛇吗？只要搞定他，我看到时候谁敢阻拦我离开这胭脂台？行，我这就去说服我爹，这钱我日后慢慢还你。跟我说这个生分了不是？来，买
满上，给城主满上。喝一杯。城主大人，来，我们一起。哎呀，城主大人，大家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来，来，城主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哎，请。哎呦，你来了，我们一起来一杯，一起。太好了，一杯，城主。城主大人，敬你一杯。城主，这就是我们这儿最美的舞阶。来，再喝一杯。树灵，是我太想念你了。城主，快去给我准备一间僻静的厢房。敬您一杯，我再给您满上。来，您真是好酒量，再来一杯吧。爹，我有事想跟你商量。何事啊？我打算马上就带你去古雨屋，盘缠我快要准备好了，您到了安心休养便是。那我们石家的复仇大计，难道你就要弃之而不顾了吗？您常说司马教如何残暴可恶，老想着为死去的哥哥报仇，你也想想还活着的女儿嘛。何必为难我去做那不可能的事情？来，收起你的混账话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是谁杀死你的哥哥？是谁把我害成这样？是谁毁了我们石家一门的？我养你这么久了，你居然跟我说我为难你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爹，我是向着我们的将来。您先跟我走吧，复仇的事，我们慢慢再议。闭嘴！司马教不死，我们就没有将来。爹，不要说了，有这功夫劝我，不如回去好好自己反省一下。
阿叶，出事了！我的红罗，收拾好了，就走吧。阿燕，解毒，兄长对不住你呀。真是没想到啊！居然沦落到要用你的命来换一些生机呀！兄长，如今我们已经步入绝境，千度愿为施家复仇争取机会。那不行，你要是出现在司马家的面前，必定是死路一条。况且，我们手里面还有廖廷彦这枚棋子呢。啊！廖廷彦如果想要动手的话，他还用等到今日吗？如果我被抓到司马娇面前，他必定会向我搜魂，向廖廷彦证明自己。你把我们想要让他看到的记忆植入我的神符之中，等廖廷彦看完一切，我会自行了断，彻底激发廖廷彦对司马娇的仇恨。可是，兄长，我们没有时间了，他们马上就要追上来了。千度在此，拜别兄长。待施家大仇得报之日，望兄长托以清风告知。司马娇，我会让你死在你心爱的人手里的。师祖，廷彦师姐无碍，但她此前似乎一直被强行洗髓，导致灵府严重受损。所以才会在心绪不稳定的时候晕了过去。师祖作为师姐的道侣，可以尝试进入她的灵府之中，亲自为她修复。她如今还并未接受我，贸然进入灵府，只会伤了她。用我的血为她医治。师祖，您现在的伤口比之前更加难以愈合，若是直接取血的话，如今师姐灵脉淤堵，若是直接用您的血，可能会造成反噬，需制成丹药服用。我听说东城有不少厉害的炼丹师，或许我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。我为你寻来全城的炼丹师，丹药务必炼成，但药定不能苦。是。念九。寻找10千里的人安排下去没？弟兄们已经全部准备妥当，可以随时出发搜寻10千里。即刻出发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师祖，我们搜捕的时候，也可以顺势攻下魔域的西南部。西南3城，并无归降之意，不必做无谓的牺牲。师祖，您现在也开始关心他人生死了。师祖，
我走之前还有一事相求。红罗重生之日，我会传信于你。谢谢师祖。这是在哪儿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灵符？原主已经死了，不应该有灵符啊！不对，这应该是我的灵符。这花儿怎么长得跟司马娇的血凝花那么像？廖廷烨，兄长，出来了。廷烨，老牛又回来了。红罗，你怎么变成小孩子了？我已经长得很快了，其实我也就出生3、4天而已。要不是我从脱生开始就得到各种灵药的浇灌，我现在还是个小婴儿呢。你刚怎么跟司马娇一样叫我廷烨啊？有吗？应该是下意识的。这次我复生后，脑子里经常冒出些古怪的画面，里面有你，有我，竟还有司马娇和那个大黑蛇城主。啊！但我却完全不记得那是我经历过的事。不过我听说，是你叫司马娇为我祭魂脱生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仇人吗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和你的仇人司马娇相爱过，又重逢了。他说你爹在骗你，你爹又说司马娇在骗你。然后双方冲突之下，司马娇把你姑姑给杀了。但是我意外进入灵府，又感觉事情不对劲。你竟然进灵府了？据说灵府里会有过往的记忆碎片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，杀我兄长的人，不是司马娇，是我自己。什么？你的灵府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忆啊？难不成真的像司马娇说的那样，你就是廖廷烨，你只是丢失了这段记忆？这就是我现在困惑的东西。如果我在灵府看到的是真的，那说明我姑姑的记忆是假的。况且，如果司马娇心里有鬼，她也不会执意带我去搜姑姑的魂。所以，你怀疑你爹一直在骗你？500年了，一切都要结束了。司马娇，这山中有结界压制，8大宫将你封印在此，代替你成为了这仙府之主。你身处绝境，又如何能改变这命运？那些为善之徒将我囚于这无光之域，
妄图让我屈服，但我已将灵火分身炼成，新月也将至。这座山再也困不住我。而今破局逆命，唯缺最后一子。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！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，
整个庚辰仙府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世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新古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掌门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办习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
听闻你竟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！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四时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，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八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罪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葬道君，但听这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三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。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葬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葬道君的慈，不是慈祥的慈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霓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
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。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啊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熊！前辈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
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我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
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娇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呀！谢谢啊，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艳。廖廷艳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他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，从出生起便被灭族。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
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魂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